如果你知道几小时后自己会被出卖、羞辱、鞭打、钉十字架，你现在会做什么？开最后一场激励演讲，逃跑，还是装作没事？耶稣的选择是走进一个园子，那个园子叫客西马尼，意思是榨油的地方。今晚被压榨的不只是橄榄。经文说，耶稣同门徒来到一个地方，名叫客西马尼，就对他们说，你们坐在这里，等我到那边去祷告。他没有独自行动，带着门徒，但走到一半，他又带彼得、雅各、约翰更往前。这三个是最亲近的圈子，即使是神子在极度压力下也寻求陪伴，他就忧愁起来，极其难过。原文有惊恐、压迫的意思。他说，我心里甚是忧伤，几乎要死。这不是冷静负义的英雄形象，是情绪真实到极点。信仰不是压抑情绪，耶稣在此展示真正的人性。他没有否认恐惧，他带着恐惧去祷告。他俯伏在地说，我父啊，倘若可行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，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只要照你的意思。杯在旧约常象征神的愤怒与审判，他不是怕痛，他面对的是承担全人类罪的重量。这是一场内心的挣扎，他诚实说出愿望，若可行，但最后选择顺服，不要照我的意思。这句话改变历史。他回来了，看到他们睡着，对彼得说，你们不能同我警醒片时吗？片时，也许1小时。刚才还说永不跌倒，现在连1小时都撑不住。耶稣说，心灵固然愿意，肉体却软弱了。这句话太贴近人性，我们也常这样，想祷告却滑手机，想坚持却疲惫，想忠心却退缩，愿意与能力之间有落差。他再去祷告，这杯若不能离开我，必要我喝，就愿你们的意志成全。第一次是倘若可行，第二次是若不能离开，挣扎正转向顺服。祷告不是改变神的心意，是让自己的心对齐神。3次不是因为神没听见，而是因为压力极重。路加福音补充说，他汗如血滴，这是灵魂被压倒到极限的画面。他回来说，现在你们仍然睡觉安歇吧。看哪，时候到了，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了。这句时候到了语气完全不同，从挣扎到坚定。园子里没有奇迹降临，天使没有取消十字架，但有一件事发生了，他的心完全顺服。他站起来说，起来，我们走吧。这不是被抓，是迎向。这段经文揭开一个震撼真相，救恩不是在十字架才开始，是在客西马尼决定的。十字架是外在的苦，客西马尼是内在的战。门徒睡着，世界无知，但救赎在夜里悄悄定局。我们也有自己的客西马尼。重大决定前，痛苦无法逃避时，神似乎沉默时，我们常问，可不可以不要？耶稣也问过，但他加了一句，不要照我的意思。顺服不是没有情绪，是带着情绪选择信任。很多人以为信仰就是刚强，但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，真正的刚强是愿意在软弱中跪下。他没有否认恐惧，他把恐惧交给父。那一夜，橄榄被压榨出油，绳子被压出顺服。客西马尼园里没有掌声，没有群众，只有黑夜、汗水与祷告。那一夜，耶稣没有逃，他跪下，他挣扎，他顺服，然后他站起来。救恩的力量不是来自没有恐惧，而是在恐惧中仍然说，愿你的旨意成全。